大家好，今天我想在这个影片和各位分享，有一位居士的提问的问题哈。这位居士是想要了解，就是还没有正式皈依的想学佛的人呢，应该要修学什么样的心咒，还是什么样的经典比较合适契入？那在佛教的经典当中呢，有一部经典是非常的迷你精致袖珍因为呢这一部经只有260个字，260个字的当中还涵括了这个心咒在里面。这一部经呢，相信各位都知道，就是我们常常读诵的心经。那心经呢，其实是佛陀所说的大般若经的精髓。大般若经总共有600卷，总共有400到500万字，总加起来这么长，这么一大部很殊胜的经典，它的精髓呢，就是心经，全名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因为佛法的法门非常的多，有不同的宗派，有净土宗有唯识宗，有天台宗甚至还有藏传的不同的宗派。那如果我们想初学佛的人，我觉得这个心经是一个非常适合的首选。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它不仅是囊括了大般若经的精华所在。大般若经其实是佛陀想要阐述空性的这些义理在这个大般若经里面。所以这个心经呢，到最后呢，有一个心经的心咒就是在最后念完这个经文，最后呢，就是有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它这个真言呢，是代表的就是一个解脱自在之意。那一个一个的意思呢，就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有2个揭谛。第一个揭谛呢，就是度，或是度众生去到彼岸。那第二个揭谛重复呢，就是表示呢，不仅要自己能够解脱，也要去度化他人就是第2个揭谛。那波罗揭谛，波罗揭谛意思是彼岸，就是渡到彼岸去的意思。那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的僧意思是众，就是大众大众众多的意思，就是大众可以一起都能够到彼岸去。菩提呢，就是代表佛的无上佛果无上正等正觉。娑婆诃就是速即成就，能够很快很快的圆满成就这个从此岸到彼岸。那所以现在就是白话的意思，就是这个般若，般若的意思就是佛法讲的是甚深的智慧，不是一般的世俗的四字变聪的聪明而已。他这种的智慧是超越这个世俗的评价，而且呢，对所有万事万物的观感看法呢，就跟我们一般世俗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大智慧的般若得度去吧，般若得度去吧，度到彼岸去吧，大众都到彼岸去吧，快快的来成就无上的佛果，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心经，最后要念完结束的时候，这个叫做心咒就是心经的心咒，就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所以每次念完心经，
我相信各位都念过，无眼耳鼻舌身，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很多都是无，否定。所以在我们念这个心经的时候，它有非常强的一个佛陀的智慧的般若在其中，会让我们呢在世间上看很多人事物，会比较不会那么执着会觉得说为什么都是无为什么都是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嘛。那我在这里不多详细的解释这个心经的它这个逐字的意思不过呢，心经就是大般若经最重要的精髓跟精华总集所在。所以如果我们学佛的人不管是皈依或是还没皈依没有关系，任何对佛法有信心的这些人呢，我们都可以来多念诵心经，因为心经呢是非常具有加持力的想想它具有佛陀的这个智慧的般若的开示，在阐述甚深的空性。那其实呢，也就是要对治我们现世我们世间的众生无始以来的很多的执着见解烦恼种种困住我们，捆绑着我们，没办法呢从此岸这个就是烦恼轮回的此岸渡过这业海，到达成就佛果的自在清净的彼岸，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渡过这个业海。这个业海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工具，就是像要有一艘船，我们要自己能够坐上去，好好的把这个方位对准好，我们才能够从此岸滑到证悟佛果的彼岸这个就是非常殊胜的心经其中的心咒。那我希望呢，在这个很短的影片的解说呢，能带给大家或多或少的利益也能回答很多人心中的一些疑惑，跟想要了解我们现在初开始要如何着手在这个佛法佛法有很多不同的法门嘛，84000法门，种种的法门都是应对着我们众生84000种不同的烦恼所应对的。那要在这么多的法门当中，佛法浩瀚如海，法门智慧无量无边，我们那么有限的生命时间精力，我们要如何去做这个部分的研究或是修持我们可以从这个心经开始。因为这心经呢，不仅我们已经念到了大般若经的精华，它真正的精髓除此之外，它还附加了这个佛陀所说的心咒的真言这个就是加持力又更多加一层了我想呢，这个很简短的一个分享呢，希望不仅能够解释了这个居士的疑惑，也希望呢能够带给其他呢有些居士们想更多了解佛法，我们应该要从哪一个地方经典去契机去着手我希望这个影片呢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利益。那我很欢喜可以跟各位做这个分享，也祝福大家一切吉祥如意，阿弥陀佛。